对傅立叶变换好奇的同学，可能都已经在网络上找过上百位大师。大师们都会解释，傅立叶变换就是能将信号在时域和频域之间做转换。接着再讲到正逆傅立叶的积分以及离散的傅立叶级数，然后就被数学打败了。故事是不是就是这样发展的呀？大师们虽然解释的很有道理，但是数学太深奥，实际上要怎么把资料从时空领域转换到频率领域，看完一串数学推导之后，我们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同学们不用担心，今天看完小哈的影片，就可以去向亲朋好友炫耀，原来傅立叶变换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嘛。大家好，我是来自嘎姆的小哈片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搞懂傅立叶变换这个看起来又高深又玄幻的东西。我们先来看看傅立叶变换能做些什么。傅立叶能够分析讯号，比如说我们在太空中收集从宇宙传来地球的电波，这个电波因为包含了来自宇宙各个角落发出来的讯号，所以它的波形看起来很杂乱。不过在经过傅立叶变换之后，就可以看出这些杂乱的讯号是由哪些单一频率的讯号所构成的。把这些单一频率的讯号再组合起来，又会变回原本收集到的讯号。如果我们用傅立叶转换去分析一首歌，将声音转换成许多频率的组合，由于不同乐器发出的频率不一样，这个时候把歌手发出来的声音频率给滤掉，只留下伴奏与音乐，这样不就可以把一首歌变成 KTV 里面使用的伴唱带吗？傅立叶转换还可以用来压缩资料，在使用傅立叶转换将原始波转换成频率波的时候，使用少一点的频率做转换，就可以达到压缩档案的目的。而且把剩下的频率波组合回来的时候，仍然可以得到大致相同的波形。像是 MP3 压缩音档或是 JPEG 压缩图片都是类似的做法。我们身处的世界是个由时间与空间组成的时空领域，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是借由区分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在我们的大脑内建立这个世界的样子。物质在我们的理解是我们用眼睛在某个时间点于三维空间的某个位置观察到的一个东西。声音虽然看不到，但它也是差不多的存在，是在某个时间点位于耳膜位置的能量振动。这些观察的资讯是以时间和空间的数值来表示的。而傅立叶变换就好像是另外一种外星生物所使用的观察思维，是从想象中的多维频率领域来看我们平时身处的四维时空领域，也就是将时间与空间整个展开，得到一片多维的静态资料。我们可以从这些资料中重新组合出随意一个时间点与空间位置应该会有的状态。借由傅立叶变换，常常可以更加理解这个杂乱的宇宙所隐藏的规则与秘密。要学外星人从频率领域来看世界，就要先了解频率领域里定义的是什么。频率领域里定义的东西是波，各种频率与振幅的波。单一频率的波可以用三角函数来描述，像这是正弦函数 sin 波，这是余弦函数 cos 波。不管是哪种函数，其实都是一种旋转的概念，也就是角度随着时间前进，绕完一圈再绕一圈。如果从三维的角度去看，波就会像弹簧的形状，以螺旋的方式跟着时间前进。从上面去看可以看到余弦函数，从侧边去看则可以看到正弦函数。因为 cos 和 sin 其实形状一样，只是相位相差了1/4个圈，所以两个波要有实质上的不同，和使用哪一个函数无关，而是要有频率上的差异，也就是同样的时间绕的圈数要不一样。比如这个是某个声音的频率，这个则是频率加倍的声音，音调会比较高。这是4倍频率，音调更高。另外，振幅上的差异表现在声波上，就是音量的大小。振幅大就是音量大，振幅小就是音量小。同学可以把这些波想象成钢琴上的琴键，不同琴键会发出不同频率的波。如果同时运用你的10根手指按下不同的琴键，这些不同频率、不同振幅的波就会被组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看似很不规则的音波。当不同乐器以及人的声音全都混合在一起，就会出现我们平常在电脑上看到的声音档的波形，里面夹杂着各种频率和振幅的声音来源。
那么当麦克风收集到空气中传来的振动音波时，我们是怎么将这个混合波储存成声音档的呢？方法很简单，就是把这个波形以一个固定的间隔取样，每一小小段的时间间隔就记录一次这个波形上的位置。 X 轴代表观测时间， Y 轴代表观测到的波形振幅，这样我们就会从这个波上得到很多个二维坐标的点，把所有观测到的点都储存起来，这就是一个 wave 档。这个方法其实就是把现实世界观察到的东西如实的记录下来。取样的间隔越小，越能保存原本的音色，但是储存的档案也会跟着变大。聪明的同学们是不是都想到了，如果我们有这首歌的乐谱，乐谱上每个音符不都是一个频率的声音吗？那么其实我们只要储存这些音符的频率、音量、起气时间，用这样的方式把各种乐器的音符一一储存进声音档，档案使用的空间就会小很多。事实上，在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那些古老的游戏使用的 MIDI 音乐档，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把音乐连同程式塞在 1MB 上下的磁碟片。一个几十 K 的 MIDI 档可以记录完整的一首音乐，转换成 WAV 档之后可能就会变成几十枚，中间差了1000倍，这样大家就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在频率领域储存资料可以多大程度的节省储存空间。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平时在录音室收集到的是时空领域的资料，我们不知道这些声音当初是由哪些频率的波所发出来的。除了乐器、人声，可能还有环境音和各种杂音。这个时候傅立叶变换就派上用场了。傅立叶变换可以从原始的资料推算它们在频率领域是由哪些不同频率的波所组合起来的。西元1822年，法国数学家 Joseph Fourier 在《热的解析理论》这本书中提出，不管是怎么样的周期性函数，都能分解成一串三角函数的组合。接下来又经过更多数学家不断的研究，就有了今天这一整套的傅立叶变换。我在这里列出了一些相关的历史，不过对这个傅立叶变换投入研究与贡献的人太多，真的要研究历史的话，还是自己乖乖去 Google 吧。在开始进入数学以前，先打开这个小哈事先写好的 App， 网址会放在影片说明的地方。如同往常，是个开源专案。先从 App 首页点进这个杂讯分析，这个 App 会帮我们生成一条乱数产生的曲线。这个曲线是用柏林噪声演算法生出来的。如果想知道柏林噪声的细节，可以点右上角的影片连结去先前的影片回味。我们把这个乱数产生的曲线假装是一段录音档的声波，然后我们试用各种频率的余弦波去组合出这段曲线。从频率为1的余弦波，频率为2的余弦波，频率为3的余弦波，一直到频率为10的余弦波。每个波要搭配一个缩放比例 A 来控制波的振幅。我们把频率1搭配的缩放比例叫 A1， 频率2的缩放比例叫 A2， 频率3的缩放比例叫 A3， 以此类推。A 的大小就好比这个频率波在原始声波里占的比重。比如 A 是 0.5 的话，最后这个频率的波就要先缩成一半，再去和其他频率的波去组合。如果 A 是2的话，最后这个波就要先变成2倍，再去和其他频率的波组合。A 也有可能是负的，负的波就会先上下颠倒，再和别的波组合。使用越多频率的波去组合，最后越有办法还原一开始观测到的声波。如果我们把这些参数用图表组织一下，从频率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波，就会发现资料从连续的曲线变成了长条图，显示每个频率的波在混合成原始波的时候的影响力。这就有点像我们在看一个人的长相与个性像到谁，可能有人说像妈妈多一点，也可能有人说像爸爸多一点，还有人说他的某些地方其实很像他的现任女友。其实他们可能都说得对，这个人可能是1倍的妈妈加2倍的爸爸，再加上 0.5 倍的女朋友。这里讲的1倍、2倍、0.5 倍，就像刚刚讲频率波的缩放比例 A， 是我们纵观这个人的一生所得到的结论。从结论来看，妈妈在双眼皮上的影响力特别大，所以这个人的眼睛像到妈妈。而爸爸在收集公仔这方面的影响力特别大，所以他的嗜好像到爸爸。然而在每天晚上就寝的时间上，可能来自女朋友的影响力特别强烈。如果把这3个影响源看成3个波，虽然整体来看爸爸的影响力最大，但是也能找得到妈妈影响力最大的时间点。
仔细观察的话，也能看得出女朋友对他的影响周期。傅立叶变换就是在用数学的方法，从我们观测混合波上的资料，去找到 A1、A2、A3 这些作为各频率波缩放比例的系数。在我们找到正确的 A1、A2、A3 这些系数之后，只要把 A1 乘上频率1在一个时间点的位置，加上 A2 乘以这个时间点频率2的位置，再加上 A3 乘以同一个时间点频率3的位置，一直加上去，就可以重现这个混合波在这个时间点上的位置。用这个方法，我们甚至可以推测这个混合波没有被观测到的地方，它应该要有的状态。同学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方法很眼熟？这个跟把一个向量分解为 x 轴和 y 轴的单位向量不是超级像的吗？所有二维向量都能分解成 A1 个 x 轴单位向量，加上 A2 个 y 轴单位向量。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随意生成的向量 v， 我们量出它在 x 轴上的分量为4，接着也量出它在 y 轴上的分量长度为3，之后我们只要将4个 x 轴的单位向量加上3个 y 轴的单位向量，就可以重现向量 v。傅立叶变换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可以把混合波看成是另一种空间的多维向量。这个多维的向量和一般空间的向量一样，在每个维度的轴上都会有一个分量长度。若是我们知道一个波在每个维度的分量长度，那么把每个维度的分量长度乘上该维度的单位向量，就可以组合回原本的混合波。那这个找出分量长度的方法是什么呢？有在跟随小哈频道的同学可以回忆一下，我们过去有用过哪一招能够找到一个向量投影在另外一个向量的阴影长度？是向量数学中的一个基本运算。没有错，就是向量的内积。忘记什么是内积的同学，可以回到先前讲几何碰撞的影片复习一下。总之，我们只要将一个向量 v 和其中一个维度的单位向量做内积，就可以得到这个向量 v 在那个维度上的分量大小。拿刚刚二维向量的例子，向量 v 是4、3， x 轴的单位向量是1、0，那它们的内积运算方法就是两个向量的 x 相乘加上两个向量的 y 相乘等于4，所以4就是向量 v 投影在 x 轴上的长度。那现在问题来了，一个波是要怎样才能变成一个向量呢？方法是这样的，我们将整个波切成很多小段，每一刀切下去都可以取得这个波在某个时间点的位置。这些数字排起来就是用来代表这个波在时空领域的向量。有了原始波的向量，现在要找它在频率领域第一个维度的单位向量，找的方法也是同样的概念。先画出频率为1，正负也为1的单位波，以同样的间隔在单位波上面取样，这样取得的一串数字就是这个维度的单位向量。然后我们将这两个向量做内积，内积的方法跟二维向量的内积一模模一样样。我这边稍稍算一下给同学看，只想科普不想头痛的朋友，以下这一小段随便看看就好。内积的方法就是把两个向量在同一个时间点取样的数字相乘，最后再全部加起来。这个内积的计算结果就是混合波投影在频率为1的单位波上的长度 A1。不过因为我们最后要组合波形的时候是针对每个时间点去做计算，所以这个内积结果要除以我们的分段数量才行。好咯，内积的计算方法讲完了，是蛮繁复的啦，但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对吧？现在我们知道怎么用内积算出混合波在一个频率维度上的分量。那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在频率领域中总共有多少个维度呢？首先，我们定义刚刚那个频率为1的余弦波是频率领域的第一个维度，而且我们也已经知道这个维度的单位波向量了。那么所有和这个波向量成正交的其他波，也就是和它内积的结果是0的其他波，都是频率领域的另一个维度。就像二维或三维空间中，每个轴互相内积得到的投影长度都一定是0的道理一样，表示每个轴的影响力无法被其他维度的轴所取代。那我在这边直接讲结论了，和频率为1的余弦波成正交的波，有频率2倍的余弦波、频率3倍的余弦波、频率4倍的余弦波、频率5倍的余弦波，一直到频率无限大的余弦波。另外还有频率为1的正弦波、频率2倍的正弦波、频率3倍的正弦波、频率4倍的正弦波、频率5倍的正弦波，一直到频率无限大的正弦波。
这就是所谓的三角函数系的正交性。这边我就不证明三角函数系的正交性了，因为会有点过于数学。如果想深入理解这个性质的话，我会放一些连结在影片说明给同学们参考。好了，现在我们整理一下傅立叶变换的重点。首先是我们在时空领域观察原始波，每隔一小段时间记录一次原始波的状态，这份资料就是这个波在时空领域的向量。第二步是把频率领域中每个维度的单位波转换成时空领域的单位向量。第三步是要利用向量的内积，找到原始波投影在每个维度的分量长度。完成，傅立叶变换就是这3个步骤。在储存好原始波在频率领域每个维度的分量长度后，将每个维度的单位向量乘上分量长度，再加在一起，就可以组合回原始波。我知道同学们又要问问题了，你说在分解原始波到频率领域的时候，维度的数量有无限多，那算不完啊，怎么办？不要紧，我们只要算到频率100倍的维度就好。倍率越高的维度是用来反映混合波越细微的起伏变化，所以我们舍弃100倍以上的维度，只会损失一点点细节，在组合回原始波的时候，仍然可以回复90%以上的样貌。现在理论已经讲完80%了，我们先回到小哈写的 App 来实际看看傅立叶的杂讯分析。蓝色曲线是我们观测的原始波，黄色曲线是用我们刚刚讲的演算法，将原始波分解成频率1到100这100个维度后，再组合回来的波形。结果发现黄色曲线和蓝色原始波根本长得不一样，不过我们可以看出2个波形有点像，黄色曲线几乎就是蓝色的一半。同学一定觉得很奇怪，怎么前面讲的头头是道，结果最后还翻车？原来是先前我们讲频率领域有多少个维度的时候，还有漏掉没讲的地方。我们说原始波要在频率领域投影到某个维度的时候，会投影在这样螺旋前进的波上。一个螺旋前进的波包含了一个正弦波和一个余弦波，比如频率1的维度上就会有 cosine 1倍频率和 sin 1倍频率的2个分量。大家有看出我们漏了什么吗？同样在频率为1的维度上，其实还有反转前进的另一个螺旋波，这种波在数学上叫做负频波，因为负频波的函式曲线刚好等于正频波往负的时间走的波形。因此如果我们决定要将混合波分解成频率1到100的分量组合，那么也要把频率为-1到-100的分量一起加进去，在小哈的 App 中勾选使用负频率，就可以得到一条与原波形一模一样的曲线。OK， 虽然现在已经可以完美复刻原始波形，但2条曲线还是没有完全重叠。黄色曲线是在蓝色曲线的下方偏移了一点点，这是因为我们还少算了一个频率维度，就是频率为0的正弦和余弦波。这2个三角函式在时空领域中实质上是2条没有起伏的直线，正弦是一直保持在0的一条线，所以其实没有任何作用，而余弦会保持在1，用这条线乘上它的缩放比例 a， 其实就是整个原始波的重心位置。在 App 中勾选使用频率0，这样组合出来的曲线不但形状一样，连位置也会完美重叠。我们可以利用下方的拉杆，把使用的频率范围缩小到10，就会发现由频率1到10所组合出来的曲线，只有走向大致相同，但细节都不见了。这就是我们在增加压缩资料比例的时候，声音或图片会失真的感觉。虽然讲到这就差不多讲完了，不过其实这些计算出来的资料还能有更酷的表现形式。我们刚刚讲的是把一个频率的绕圈活动拆成一个正弦波和一个余弦波，但其实可以由这2个波的缩放参数计算出这个绕圈活动的半径与起始相位。有了半径和相位，就能画出这个频率的绕圈活动，并且可以把所有频率一个接一个的套在一起，用更视觉化的角度看到这些简单频率波是怎么组合出最后这个杂乱的原始波形。现在大家看到的杂讯分析，由于正频和负频刚好半径相同，但转向相反，所以这些圈圈组合在一起，就会刚好只在 Y 轴上下摆动。我们回到 App 的封面，再进入第2个应用程式重绘描图。这个 App 使用同样的傅立叶变换公式，把一个复杂的描线过程分解成许多频率的螺旋波，然后再组合回近似原始图案的描绘动画。我们还可以自己画线，傅立叶变换同样也能把我们画线的过程分解再重现。从右下角打开简单波列表，
可以看到这个图形被分解后，每个频率分量的相位与半径，是不是很有趣啊？好了，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别忘了订阅、分享，还有小铃铛。